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们辛普森一家第5季第12集。早餐时间，今天小新显得异常兴奋，顺着浮华手下楼，还一路哼着小曲，大家都很好奇他高兴的原因。辛爸表示：“你们要上学，我要上班，唯一能够轻松点的就是孩子他妈了。”看辛妈这架势，他也不轻松吧？小新得意洋洋地说：“他们今天有个实地考察，还向一旁的辛小妹炫耀，难道逃脱牢笼不值得高兴吗？”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你们班不去。辛小妹一把推开哥哥：“你说的对，学校是为失败者准备的。”说完就陷入了幻想中。长大后的他住在豪宅中，房间里堆砌数不清的奖杯和勋章。当他向世界发表声明时，小新正在一旁擦拭奖杯。看样子这篇声明发出去，他又有活干了。辛小妹听见了抱怨，一脚踹倒了小新，奖杯刺穿他的胸膛。辛小妹颇为惋惜，被我的诺贝尔和平奖刺穿了，多讽刺啊！辛小妹沉迷幻想，无法自拔，就连小新叫她都无动于衷。校长来到班里公布考察地点，只见他掏出来一个纸盒，让同学们说这是什么。就连小爱都看不下去了，别再是纸盒工厂了，校长！同学们也是哀嚎一片。果然只有班长感兴趣。小新也想学妹妹，躲进幻想中，可惜想象力贫乏，啥也没有想出来。反对无效，大家还是上车出发去工厂，途经各种娱乐场所。小爱和同学们都眼馋坏了。最终大家来到纸盒工厂，无聊的生产流水线，让人犯困的讲解，一切都是那么无趣。突然眼镜仔透过窗户看见对面的建筑，那边那栋楼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个电视台工作室。讲解员回答，他们在那里拍摄电影《小丑阿可》。此言一出，小朋友们都来了兴趣，但讲解员认为这个和盒子关系不大，直接关上了窗帘。这人还真是擅长让别人失望。接着他又带着孩子们参观他的办公室，趁着人多，小新躲在门背后没有被发现。他想要离开这里，脏一车就是最好的掩体。我等了半天也没有人来推走，于是就干脆自己走了出去。逃出后，小新立刻去了电视工作室，大家很快发现他不见了。不过纸盒工厂早已没了小新的身影，看来只能通知家长了。辛妈正在洗澡，接起的时候已经挂了。不愧是夫妻，辛爸也在洗澡，不过还好他接到了电话，得知小新丢了。辛爸急忙赶到工厂，揪住校长的脖领子就要算账。猛然间他看见小新的小红帽，天哪，我的儿子变成盒子了！冒充员工之后，小新畅通无阻混了进去。观看了一些电视节目拍摄之后，小新又去参观其他地方。正当他吃了饼干时，突然听见小丑的声音：“我要吃丹麦点心。”对不起，他们都消失了。他们没有消失，该消失的是你。小新看了看手上的饼干，很明显点心都被他吃了。此时肯特正在熟悉自己的稿件，小新利用身材矮小优势偷走他盘里的丹麦点心。看着空空如也的盘子，肯特都惊呆了。小丑此时正着急，怎么样才弄到丹麦点心呢？小新将偷来的递给他，等到大快朵颐之后，小丑才问是怎么来的。小新也没有隐瞒，偷来的。不过令他意外的是，小丑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名字。我把你从监狱里救出来的，我消除了你与父亲的隔阂，我挽救了你的事业。小丑一脸茫然，你还是说说最近做了什么吧。给你拿了丹麦点心，对，这个我不会忘记的。小新正打算离开，小丑将自己的毛巾扔给他，洗一下，以后你就是我的新助理了。小新十分高兴，跟着偶像做事，那不是美滋滋。被偷了饼干的肯特大发雷霆，表示没有吃到就不念稿子，谁惯着他，别人就等着他这份工作呢。辛爸抱着盒子，正打算告诉家人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，不料小新从外面走进来，辛爸尴尬到不行。没事了。小新将自己放学之后为小丑阿可打工的事告诉了妈妈。辛爸有些担心，不过辛小妹倒是挺支持，因为她周末也有帮助穷人的工作。辛爸倒是觉得小新应该去，辛小妹则不应该，因为穷人不会给予回报，那样的工作能有什么意思？不管怎么说吧，小新最终还是开始工作了。刚开始，小新对这里憧憬万分，不过老员工就没有他的状态了，表示这简直生不如死。小丑茫然对小新说：“别听他胡说，这可是梦工厂，魔法和梦幻的发源地。现在去扫厕所吧。”小新得意地将小伙伴们请到家中，表示现在自己在为小丑工作，还上了他的致谢名单。大家也不瞎，小新所说的那个根本就不是他的名字。于是他又挨了一拳。看着儿子失落，辛爸安慰他：“不要在意一群4年级小朋友的看法，你正在从事你梦想的工作，其他都不重要。”这还真的起了很好的效果。小丑正独自抽着烟，一小女孩前来索要签名，他将手指指到一旁：“排队去吧。”原来他的签名都是小新代签的。一天，小新正在上课，电话响了，又是小丑有事找他。小新终于体会到了生不如死的感觉。他刚分发了食物，就因为里面放了干酪而让演员梅尔大为不满，就算是去厕所呕吐，也要让小新在外面听他教训。这里真的是太糟糕了。小新已经打定主意要离开演艺圈。
不料还没有走到出口就被小丑抓住了。小新，你来客串一下我的小品。没关系，反正只有一句台词，这本来该是梅尔说的，不过他好像死了，不管他了。你的台词是我在等公共汽车。小新还是上场了，不过第一次上电视，显然没什么经验，他撞倒了人形立牌，然后引发了一连串事故，最后整个背景布置全部倒塌。小新习惯性的说了一句我什么也没干，台下观众瞬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纷纷站起来为他欢呼。小丑正庆幸着逃过一劫，不过以后他再也不会让小新上场了。谁知打开出口，外面聚集了大量群众，他们都在为小新欢呼。看这架势，小丑忙将他抱住，他是我的，他的所有权都归我。小新现在算是一炮而红，从小助手一跃成为当红偶像。只见他推门而进，不小心打碎价值连城的花瓶，然后说出我什么也没有干，就能收获台下的一片欢呼。小新效应在春田镇广为流行，歹徒劫持了阿普，阿普快速按响了警铃，然后说了一句我什么也没干，之后两人就开心的笑了。市长正在做不可描述的事情，恰好被老婆抓包，于是也说了一句我什么也没有干，三个人就这样笑了起来。大楼发生火灾，消防员很奇怪，这已经是第3次了，有人在床上吸烟引起火灾了。辛巴的姐姐们在一旁说我什么也没干，于是大家又笑了。这没多长时间，连小新传记都出来了，除了封面是他的画像，这本书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小新甚至开始录歌，虽然歌词只有一句我什么也没干，但发行之后还是一售而空，就连签名也不同往日，现在是小丑给他代签，当然还提供小新热线。虽然接电话的是巴尼，上课的时候大家都眼巴巴的望着他，直到他说出我什么也没干，才心满意足。辛巴让女儿说点有趣的话，他好录下来，比如什么样的，就像小新说的那种傻话啊，巴卡巴卡之类的。辛小妹很生气，别费劲了爸爸，我要是出名了，我希望是有含金量的，而不是靠恶俗流行语。这话正好被亲爱的小新听到了，他立志要做一个有内在的人，在下一次上节目的时候能够说点有学问的东西。他要向人们证明他不只会说那句话。小新坐在沙发上，从不会讲自己在书上学到的知识，然而主持人根本不给他机会说出那句台词，小新妥协了，我什么也没干。没有意外，又收获了观众的一片欢呼。夜晚他躺在床上回想起人们都让他说那句台词，那以后呢，他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在想象中他参加了对对碰节目，别人都是演员、影星、口技表演者，只有他是我什么也没干男孩，这就罢了，旁边那颗高科技人头直接就让他吓回了现实。此时敲门声响起，新妈来通知小新该上节目了，但惊恐万分的小新绝对抵死不从。新妈在外面安慰他，宝贝，我知道你觉得这很傻，一遍又一遍重复了同样的话，但你不应该这样，你在给大家带来欢乐啊，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事。小新这才拿开椅子走出来，妈妈，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为此事而烦恼，该准备上电视了，我的事业就是重复。小新对自己洗脑成功，决定去那里给大家献上一生最棒的表演。小丑已经等得快失去耐心了，才终于看到这小家伙出现，事不宜迟，赶紧上场吧。然而当小新再次说出我什么也没干时，台下一片唏嘘，只有寥寥几句敷衍的笑声。他又重复了一遍，台下更安静了。于是他又说了一句窝啧窝啧，这下观众更不买账了，直接离开了会场。小新不明白大家都怎么了，小丑告诉他别为此事烦恼，你的时代结束了，仅此而已，这很正常，这是娱乐业，一天之内你突然会成为世上最重要的人，一夜过后你就会变成纸盒工厂里的笨蛋。娱乐业很残酷的，不是吗？小新还想说点什么，但小丑已经关上了门。最后的最后，他只落得词穷的名声。不过辛妈还是收藏他的所有周边，用来纪念他作为全世界最特别小男孩的时光。辛小妹也很高兴，告诉哥哥，你现在可以做你自己了，而不是一个只会说沙雕语的人。此时辛巴压碎了花瓶，小新脱口而出真倒霉。接着所有人都说出一句自己的口头禅，大家都等着辛小妹也说一句，然而他只觉得他们都没救了，然后就上楼了。等到他走了，辛巴还在说这算哪门子流行语，因为说一句话而出名似乎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，但若是以动漫照进现实，其中所反映出的娱乐圈乱象却引人深思。在如今快节奏生活中，不少人会选择从偶像那里获得安慰，这也的确是娱乐圈的本质，为公众带来快乐，只要你能让我开心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就像当时红极一时的小新那句经典名言，在大众中广为流传，所有关于他的商品都是上市即卖空，但这就代表着人们真的喜欢他吗？也许并不是，他们所爱的不过是一种符号，是小新无意间塑造一种人设。那么一夕之间从云端跌落的小新呢？刚出名的时候，他也曾喜悦彷徨，也曾想要提升自我，拥有内涵，但人们的偏好将他牢牢锁定在既定的人设中，无论怎么挣扎都于事无补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